verbal communication 翻作语言沟通，但是其实当中包含使用语言的口头沟通跟使用文字的书面沟通。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，先稍微定义一下。不论是使用语言还是文字，当你传达的跟对方接收的解读一致的时候，就是沟通成功，皆大欢喜。但是呢，这需要透过使用大家有共识的规则来使用语言或文字，而这个规则是什么，其实很容易会随着时代或是你的沟通对象改变。比起语言，文字其实年轻很多，而讯息又是更近代才出现的沟通方式。所谓的规则是什么？我想那是大家从古至今都一直在寻找的，想要找到一些通则。但是因为它会一直改变，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办法真的掌握它。但是呢，我想可以透过认识语言和文字这两种沟通工具的差异，来帮助我们成为更会沟通的人。第一个是听觉和视觉的差异。就语句的严谨程度，我觉得文字是比语言还要来得大的。像我们口语在问人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说：“哎，你还好吗？今天？”但是在打字的时候或者书写的时候，我们会用“你今天还好吗？”而后者用说起来好像就会觉得比较正式一点点。又或者说我们在写字的时候，其实并不会写“你还好吗？今天”，比较少这样做。另外还有一点是要把声音、表情转变成表情符号、贴图、GIF 等等等等等等等。声音表情是在你说话的时候就能够透过语调很自然而然的传达出来，但是贴图啊、GIF 的是你必须要一边打字，然后一边在后面或者前面加入。文字它更会是一个组合的艺术，传讯息你必须要想。要先放贴图还是再放文字？然后这句话后面要加什么 emoji？ 或者是像是我朋友有提到一个例子是，当你说好烦哦，后面加点点点三节号的时候可能会是无奈的意思，可是加了惊叹号就是生气的意思。因为文字更需要严谨的句法，而且像刚刚说的，它的年龄其实比语言来的短很多，所以文字相较语言会更需要后天的练习。除了视听的差异之外，另外还有一点是常常伴随着语言跟文字的差异是时间同步与否。通常在使用语言沟通的时候，很直觉会想到的是面对面的沟通，所以时间是同步的。但是当你使用文字的时候，时间不同步这件事情就被允许了。像是古人在收信的时候，信跟信之间的时间都会隔很长很长，但是对古人来说那算是正常的一件事情。当然，因为通讯科技的进步，所以文字的同步率也能够越来越高了。像讯息就是一个能够高速同步的书面沟通方式。因为这样，所以上面讲的句法严谨啊，然后你要会组合艺术啊，这些事情感觉都要变得很快完成。或是另外一个走向是使用语言的方式来使用文字，就有点像文怡老师说的聊天体，句法没有这么严谨。我个人认为讯息是混合了语言跟文字两种，有接近说话的高速同步，但是又同时是使用文字来沟通。当你使用语言的方式来使用文字，有可能会因为句法不够严谨而很难让对方一下子就读懂你在说什么，又或者是因为你期待他要能够像语言一样同步很快速，所以会对于讯息这件事情感到很容易紧张。我觉得这应该是现代人容易有的焦虑之一，但我给自己的解方是试着把讯息回归成书面的沟通方式，像古人在读信一样，能够允许收信和回信之间的时间间距。这点应该是可以大大降低自己的紧张。说来容易做来难，但我觉得这样想是可以帮助自己的。但当然，不论你是使用语言的方式，或者使用文字的方式去传讯息，我觉得其实并没有绝对的好坏。因为如果你是使用语言的方式的话，在一定程度的同步速度之下，是能够让你不在身边的人可以跟你保持一个还蛮不错的联系的。
所以这其实就很看你当下想要的是什么样子的沟通方式。不论是语言或是文字，其实都需要大家透过使用有共识的规则才能够沟通成功。但是那个规则是什么会一直改变，我们很难完全掌握对方的沟通规则。但我想透过了解沟通工具，是可以帮助自己找到应对的方式的。像我自己其实是一个蛮口语的人，这个对我来说没有这么容易，但是在跟朋友聊天之后，我渐渐知道这是一个必须获得的能力，所以思考语言和文字的差异有帮助我理清一些自己的想法，然后我希望跟大家说说之后，也可以多多少少的有帮助大家，或是引发一些思考，就这样。